一期间，我在网上刷到一个帖子，惨案，美孚公寓遭遇黑熊入侵，无一生还。我瞪大眼睛，因为我所在的公寓就叫美孚公寓。下一秒，门上传来了指甲摩擦门的声音，我吓得一激灵。现在刚好是5月2号，我爸妈带着我妹出去旅游了。由于我还有个课题要完成，便留在了家里。刚刚那声音像极了有东西用长长的指甲在门上摩擦发出的声音。我恐惧地走到门边，探头往猫眼看去，走廊黑漆漆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不过那声音也没再响起来了，我松了口气，心想刚刚或许是听错了吧，肯定是受到那帖子的影响。那帖子是我无意中刷到的。最搞笑的是，帖子的发布时间是5月5号，也就是3天之后，很显然是个恶作剧帖子。不过那帖子说的内容实在有些吓人。帖子里说，在5月2号这天，有一只逃跑的黑熊进入了美孚公寓。这只黑熊非常的邪门，智商更是高的诡异。据说在这之前，这只黑熊是一只实验室黑熊，黑熊吃完人之后就消失了，到现在也没有抓到。有民间组织分析，这只黑熊是一只已经修成精的黑熊，它能在吃了人之后钻进人皮里，伪装成吃掉的人的样子。这种黑熊成精的故事，其实我已经听过不少了，但最让我觉得这个帖子可怕的是，发帖人却把美孚公寓的大门照片发上去了。这不就是我家楼下的公寓大门吗？真是晦气，这人神经吧，编这种玩笑。我忍不住骂道。正当我准备把这个帖子随手举报了之后，突然我看到下面多了很多跟帖。我有个表哥就是负责这个案子的，我听他说现场惨不忍睹，那只黑熊不仅杀人，还喜欢虐杀，现场找出的好几具尸体都是手脚分离的，是被那黑熊活生生给撕扯下来的。卧槽，这太恐怖了吧！最恐怖的是这只黑熊还没有被抓到，我吓得晚上都不敢关灯睡觉了。这次受害人里头就有一个我同校的学姐，可惜了，虽然我跟她不熟，但也是同一个社团的。我听到她被黑熊吃掉的时候哭了一天。楼上说的是清北大学的叶苏苏吧，我看了她生前的照片，可惜了，那么漂亮。冷不丁看到我的名字的时候，我愣住了，不会是同名吧？可我读的学校就是清北大学呀，而且这些跟帖是怎么回事？大夏天的我打了一个寒战，怎么这些人说的好像真有这回事发生了呢？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整个屋子的灯无声无息地熄灭了，房子瞬间笼罩在了黑暗之中，我吓得差点尖叫出声。怎么回事？是停电了吗？我连忙去看公寓业主群，物业刚好在里头发了消息，请各位业主不要恐慌，我们公寓楼总电路出现故障，大概会停电2小时，已经有维修人员过来抢修了。现在是晚上快10点了，大半夜的突然停电了，又加上我在看这种帖子，确实是吓到我了。不过我很快冷静了下来，这个帖子的热度越来越高，跟帖的人也暴涨。今天也不是愚人节呀，我盯着那个叫做草莓甜心的 ID 名，就是那个说我是他社团学姐的，心想这该不会就是我微信里的那个社团学妹吧？她的微信名叫做草莓超甜。为了求证，我给那学妹发了微信，过了老半天，学妹才回复了我。学姐，我刚和室友在外头聚餐呢，你说什么吃人熊帖子，我没法回复啊。你看我和他们现在都在 KTV 呢。学妹的语气听起来很茫然，她很快发来一个视频，视频里几个女孩在 KTV 唱的忘情。我松了口气，果然这神经帖子就是一个离谱的恶作剧吧。不过学姐，我在某书的 ID 名的确叫做草莓甜心，你怎么知道的呀？难不成你刷到我发的内容了吗？一瞬间我愣住了，我想要把这个回复截图发给学妹，可我却截图不了，一旦我试图截图就会死机，甚至我在这个帖子下面也发不了任何回复。但我退出去看其他帖子，都是能正常截图和回复的。我皱起眉头，感觉到了一种不安感。随着帖子的热度越来越高，有人说想看下叶苏苏的照片，有网友很快把照片发了出来。当我看清照片的一瞬间，血液仿佛都凉了几分，因为照片里这人的确是我。可惜了，叶苏苏本来很快就保送读博了，他爸妈回来后看见他的尸体，一夜白头。据说叶苏苏的脸皮都被那黑熊扒了下来。叶苏苏好像还有个妹妹，他妹现在据说患上了抑郁症，自杀了好几次了。该死的黑熊，我要是见到那熊，非得把他熊胆都掏出来。楼上的，你还是自求多福，求那黑熊不要吃你吧。我呼吸愈发的急促，心脏狂跳，后背阵阵发冷。如果这是真实的，那么只有一种可能，这个帖子来自于3天后的未来。就在今晚，会有一只实验室逃出来的黑熊闯入公寓，然后将我们所有人都杀光。我一下就想到了我刚刚听到指甲摩擦门的声音，那有可能并不是我听错了，而是那只黑熊已经进来了。我额头一下全是冷汗，可我不知道要怎么提醒正住在公寓里的其他人。要说有熊进来了，不仅没人相信，肯定还会把我当成神经病。我也不能报警，因为这件事还没发生。要是贸然报警，连警察都会觉得我疯了。正当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一个十分细微的声音吸引了我的注意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用指甲敲击着门，一下又一下，十分有规律。我突然想起刚刚我在猫眼外什么也没看到，可走廊是黑的，
那黑熊也是黑的。如果那黑熊就藏在门外，我也是看不清楚的。一想到那黑熊可能已经来到我门口，我后背汗毛耸立。走廊是声控灯，而且这灯是应急用的，不会因为停电而失去作用，只要有人走过都会亮起来。可现在门缝里没有任何光亮透进来，如果门口真是那黑熊，难道他会隐藏自己的脚步声？我紧张地拿起厨房里的水果刀，小心翼翼地靠近门。屋外一片寂静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但这正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。我家住在504，这层楼一共有4间房，住了3户人家。502住的是一个2次元宅男高中生，好像叫小伟。小伟平时住校，只在放假的时候回来住，可每次一放假，他准通宵打游戏，声音还开得老大。可今天502安静的出奇，连一点动静都没有。501住的是一个年轻的单身妈妈，她那孩子也就几个月大，正处于时不时就哭闹的阶段。可今晚我愣是没听见一点孩子的哭声，安静的实在有些过于奇怪了。我探头去看猫眼，可外头还是黑的，什么也看不清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感应灯亮了，有脚步声响起，我听到脚步声停在了502的门口，砰砰，有人敲了502的门。这时我看到业主群里发了新消息，我们维修人员需要挨户检查各位业主家的电力设备，会有进门检查的可能，辛苦各位业主配合一下。原来是维修人员。敲门声持续了很久，我才听到502开了门。几秒后，关门声响起，看来是维修人员进去了。可我等了半个多小时，都没听到开门声再响起。检查电力要这么久，我有些困惑和不安。我给物业发去了微信，问他上门检查得多久。物业秒回，一般10来分钟，不过也说不准，要是遇到问题可能会久一点。不过我们的维修人员还没到，他说堵路上了。什么？维修人员还没到的话，那刚刚进502的是谁？我有502的小伟的微信，我连忙给小伟发了消息。小伟过了一会儿才回复了我，姐，我家水管破了，大晚上找人修呢。我给他打着手电筒修了半个多小时了，也没弄好，真折腾。我松了口气，想自己真的太疑神疑鬼了。但很快我又觉得不对劲。小伟之前在群里说话的时候，特别喜欢颜文字，每句话都得带个颜文字。可他刚刚给我发的这句话，没带半点颜文字。不过姐，你原来在家呀？我还以为你跟你爸妈出去了呢。小伟突然来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，我心里咯噔一声，总觉得有些不安。也就在这时，业主群里有人说话了：502，你家水管破裂了，怎么还没修好啊？弄得现在我家卫生间里都是水，把家具弄坏了你赔。我打你电话也不接，受不了，我要上去看看。我记得402住着的是一家3口，现在在群里说话的是402的男主人，男人5大3粗的，看起来就不太好惹。我连忙在物业群里发了消息，艾特所有人，今晚感觉不太太平，大家尽量不要出门。不过没人理我。也是，我突然发这么一条奇怪的消息，要我看见了也只会当作没看见。很快我听到了402上来的声音，他怒气冲冲地猛拍502的门。过了一会儿，502开门了。502，你人呢？我听到402站在门口大喊的声音，很显然小伟并没有出来。我小心翼翼地推开门，只留了一点缝隙往外看去。男人站在门口，似乎在犹豫该不该进去，因为402家里太黑了，连一点光都没有透出来。可刚刚小伟不还说是集水管工打着手电修水管，那怎么可能里头一片漆黑呢？我紧张的心突突跳。502的门只开了一点，虚掩着一条2指宽的缝隙。赶紧出来啊！我知道你在家，不出来我就进去了。男人骂骂咧咧，可502里头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，死一般的寂静，静得我只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和402急促的呼吸声。你这个缩头乌龟，那老子进去了，你可别说老子私闯民宅。男人气不过伸手一推，但他只推了一半，就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挡住了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正站在门后抵着门一样。我被自己脑补的这个画面吓得浑身发毛。402也感觉不对，使劲推了推门。谁站在门后也不说话，故意吓唬老子？但402的声音也带上一点颤音。男人掏出了手机，打开手机手电筒往里头照去。下一刻，我和男人同时倒吸一口凉气。在手电光源的映照下，门后投出一个非常庞大的影子，那影子非常的大，看起来根本就不是人类的影子，更像是一只体型非常大的黑熊。男人也被吓得倒退一步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我焦急地把门推开大一点，压低声音朝他喊道：赶紧过来，那后头是一只黑熊。男人听到我的声音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下一秒，一只巨大的熊爪飞快地从门后伸出，男人根本来不及躲，就被猛地拉进门内。我惊恐地捂住嘴，我只听到男人发出一声短促的惨叫，但很快就没声音了。我赶紧关上门，很快我听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，男人肯定是被黑熊吃了。最开始进入小伟家的维修工应该就是那只黑熊，他吃掉了小伟，然后又用小伟手机来回复我的信息。现在我完全暴露了我一个人在家的事实，可我如果坚持不开门的话，黑熊又怎么进来？我颤抖着点开手机里的帖子，想要寻找一些有用的线索。突然我看到了有网友问出了和我一样的疑惑，如果不开门的话，那黑熊不就进不来了吗？公寓那么多人，怎么可能都会被杀死？
底下很快有人评论，你是不知道，听说那黑熊邪得厉害。我听附近的居民说，那黑熊能从窗户里爬进来。不是吧？美孚公寓一共有8层啊，它这么高怎么爬进来？这是熊又不是蜘蛛侠，所以说那黑熊邪呀。而且之所以住户没听到什么声音，据说是因为那黑熊最先就拔掉受害人的舌头。别说了，我要睡不着觉了。我后背渗出黏腻的冷汗，难怪我刚刚只听到男人发出一声短促的惨叫，原来他的舌头被拔掉了。我立刻冲到家里的窗前，将所有窗户和阳台的门都锁好。这时房门被敲响，我看见402的男人站在我门口，他表情怪异，嘴角用力往上翘着，像是野兽在努力模仿人做表情。他一定是那只黑熊穿上了402的人皮。我屏住呼吸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突然门把手嘎吱转动了起来，紧接着门被撞得砰砰作响。他想用蛮力将门撞开，这怎么可能？这门可是结实的防盗门啊！但很快我就惊恐地瞪大眼睛，因为这结实的防盗门竟被黑熊撞得摇摇欲坠。我赶紧搬来了椅子抵住了门。正当我绝望的时刻，走廊尽头传来了开门声，是501开门了。半夜吵什么呢？我家孩子都被你吵醒了。他冲着男人质问道。我用尽全力朝着门外大喊：别出来，马上关门！402男人的脑袋以极快的速度扭了过去。几乎同时，我听到门重重关上的声音，门外的脚步声朝着501走去。501给我发来了微信：门外呢是楼下的402吗？怎么瞧着不太对呀？还有你让我关门，是他有危险吗？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，反正那不是402，也不是人。你锁好窗户，别让他从窗户爬进来。不管谁喊你都不要开门，现在待在家里才是最安全的。男人正在敲501的门。501妹子，能借我一点感冒药吗？我儿子发烧了，刚刚敲了半天504的门，他没开，我就着急了点，吓到你了吧？不好意思。我心里祈祷501可千万别信402的话。还好501也察觉到402不对，不出声也没开门。402见501也不开门，脸色瞬间变得十分阴沉。他正准备撞门的时候，拐角处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：老公，你怎么去这么久啊？502的水管还没修好啊，一直在漏水，而且漏的水全是红色的，看着怪恶心的。不好，402的老婆找来了。一瞬间，我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如果开门，402极有可能闯进来；可如果不开门，402的女人就没有任何逃跑的机会了。老公，你怎么站在那儿不动啊？你不是去502吗？女人疑惑地朝着男人走去，不过她很快意识到了不对。血，怎么这么多血？这个时候402男主以极快的速度朝着女人咬去，女人甚至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，就被她的老公一下咬住了腿。我看见黑熊从男人的身体里钻了出来，女人此刻应该恐惧到了极点，因为她根本想不到藏在自己老公身体里的是一只大黑熊。走廊里只有女人抽搐般的啜泣声，可过了一会儿，就连声音都没有了。黑熊吃完人，又钻进了402的身体里，可我没想到，它不再朝着我这里走来，而是突然不见了。正当我忐忑不安的时候，突然我听到身后传来响声，我扭过头，差点吓得魂飞魄散。402的男人就趴在窗户上，脸死死地贴在上面，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他用手掌拍打着窗户的玻璃：你要是敢进来，我就跟你拼了！我朝着黑熊大吼道。此刻我都做好了死的准备。男人对我诡异一笑，他停止了拍打玻璃的举动，快速地爬了下去，消失在我的视野里。我愣住了，难道这黑熊放弃了？可不应该啊，一定有什么其他的原因。为了寻找线索，我又点进了帖子，我快速浏览着，希望能多找到一点有用的细节。有一个评论吸引了我的注意力，我有一个疑问，为什么叶苏苏和501是黑熊最后吃掉的呀？他先吃掉了504，然后把这两人留到了最后，我有点不理解。楼上的，这么跟你说吧，我老家都说黑熊血，是因为黑熊这玩意儿喜欢将最嫩的食物留到最后。你想想，叶苏苏长得那么漂亮，501还有一个婴儿，那婴儿被发现的时候，脑袋都被开瓢了。看到这个回复的瞬间，我汗毛耸立。挤进晚八的地铁，一阵警报声突然响起。地铁规则：禁止出现噪音。警报响起后，地铁里陷入一片死寂，只剩几个刷视频的人仍然沉浸在最大音量的外放里，边看边笑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车厢内突然闪烁起刺眼的红光，车门轰然打开，那几个笑呵呵的乘客变得双目无神，整齐地放下手机，排队跳下了车。车门在关上时，玻璃上已经染满了血色。面对这骇人的场面，我狠狠拍了拍脸，发现并不是梦。环视四周，满是和我一样慌张的乘客。这时警告声再度响起，检测到环境无噪音，规则正式启动。一、地铁行驶中，每10分钟抵达一个站点，请乘客们留意车间广播。2、每抵达一个站点，
地铁开门，请勿在车厢内持续逗留。3本路线除起点和终点外，共有6个站点，每个站点都有各自的规则，请务必遵守。4完成站点规则后，乘客方可安全回归车厢，前往下一站。严禁提前回归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无驶过6站之后，地铁抵达终点，唯有终点代表安全生还。注意，前方到站恶鬼桥。广播结束后，地铁停下，车门打开，一束泛绿的幽光照进车厢。虽然仍处在蒙圈的状态，但我还是赶紧跟着人群冲下了车。下车之后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古朴的石板桥，桥下有一潭死水，无数煞白的手臂漂浮在水面，密密麻麻，不停挣扎。桥上则端坐着一位身着黑色旗袍的女荷官，她的嘴角挤出一丝微笑，指了指桌案，那里有一颗红枣模样的骰子。欢迎大家来到恶鬼桥，骰子有大小，猜中者生，猜错者或是不想猜的人，就请留在这里陪着我了。她的语气相当温柔，却让人无比窒息。只见她手指一勾，点中了一个人群前列的衬衫男，随后将骰子轻轻一盖，简单的摇晃了几下。她眼神死死盯着衬衫男的脸。你选大还是选小？衬衫男顿时屏住了呼吸，犹豫再三，才支支吾吾说出答案：小。盖子揭开，骰子上的点数是5。恭喜你，留下来陪我吧。衬衫男的双眼顿时失去了神采，和之前跳下地铁的乘客如出一辙，仿佛提线木偶一样向池边走去，皮肉瞬间被腐蚀得干干净净。一阵惨叫声扎进众人的耳朵，眨眼的功夫，水面上又多了条漂浮的手臂。荷官却如同没看到这惨烈的一幕，反而笑得更加开心。下一位，骰子摇晃，是大还是小？大吧。答案揭晓，骰子正上方的点数是3，池水上方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哀嚎。光是皮肉腐蚀的画面，就看得我心惊肉跳，不敢直视。而桥上的荷官仍在不停点人，摇晃着骰子，宣判着众人的生死。因为下车时跑得比较慢，所以我处在人群偏后方的位置。前面一共有32人参与，仅有11人猜中了大小。当然，凡事总有例外。一位大妈不顾规则的要求，选择死活不开口。结果1分钟后，大妈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一口一口地慢慢咬死了自己。随着荷官缓缓一指，排在我前面一位的校服少女颤颤巍巍走上了桥。你选大还是选小？少女额间全是冷汗，咬紧牙关说出了自己想了很久的答案：小。开盖之后，她看到了点数6，她绝望地向我伸手求救，却又自顾自地一头扎进了水里。惨叫声穿过我的耳膜，因为下一个就轮到我了。骰子轻轻摇晃，荷官微微一笑：是大还是小？我看着他渗人的眼神，从小抽卡就没出过好东西的我，实在不敢把生命寄托到运气上。荷官见我愣神，又开口问了我一次：是大还是小？从他温柔的眼神里，我猛然读出了一条最重要的信息。那一瞬间，每个人猜大小的场面都从我的脑海中掠过。原来规则就藏在他的话语之中，因为荷官会根据摇出的结果问出不同的问题。如果结果为大，他的问题是你选大还是选小；如果结果为小，他则会换一个问法，是大还是小。所有人都处于金句之中，竟没发现他这2套不停切换的固定话术。想清一切关节之后，我坚定地开口：小。结果停留在2，我长舒一口气，从死亡的气息里走了出来。我刚想转头把判断方法告诉剩下的乘客，却瞥见荷官对我微妙一笑，他伸出食指停在嘴唇上方，比出了晋升的手势。第1站结束，只有不到20人活着回到了车厢里。地铁重新启动，听着车轮不断摩擦铁轨的声音，我不禁想，第1站就死了这么多人，后面的5站该怎么过？正当我心绪不宁的时候，旁边的女生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：你好，我叫青青。你好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接下来的站点，我想找你合作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在恶鬼桥，你其实已经看穿了真正的玩法，对吧？我不禁皱紧眉头。你怎么知道？青青没有正面回答，而是学着荷官的样子，把食指放到嘴唇上。因为我看见他也对你比了这个手势。我深吸一口气。没错，我发现了规律，那就是在大小不同时，他各有一套询问的话术。居然和我的解法并不一致。我找到的规律是它的摇动，如果顺时针则为大，逆时针就是小。听了他的话，我不禁陷入沉思，原来生路不止一条。随后我看了看青青闪烁的眼眸，忍不住继续问：你还有别的发现吗？他沉吟片刻说：有，但你可能接受不了。什么？其实我们可能早就死了。青青的话让我陷入震惊之中，直到他引导我，目光移向座位的下方，这才发现车厢的内壁上竟藏着密密麻麻的划痕和烧痕。看到了吗？这辆地铁表面上光鲜亮丽，其实早已经千疮百孔了。
我怀疑我们乘坐了同一辆出事的地铁。与此同时，广播声突然响起，注意前方到站地狱山。车门打开，一股炽热的暖流立马涌进车厢。下车之后，对面是一座极高的火山，岩浆喷发，不断往山下流淌，在山脚下聚成滚烫的一潭，只是靠近就感觉快要被蒸发融化。而岩浆的边上站着一个身着判官服饰的男人，他拿着一个个黑色的石碑，诉说着地狱山的规则。欢迎来到地狱山，请各位直面恐惧。这里的规则很简单，只需要喝一杯来自山顶的岩浆，就可以回归车厢。如果不喝的话，就留下骨灰，给地狱山当燃料吧。经历了第一站之后，每个人都尽量往后缩，生怕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判官有些不满，他故意点出了躲在人群最后面的少年。少年无奈地走到了前方，他端着直冒白烟的岩浆，双手瑟瑟发抖。我站在远处，忍不住嘀咕：这玩意儿怎么下得去嘴？不过少年的勇气还是超乎我的想象，没犹豫多久，他就一口闷了下去。判官满意的鼓了鼓掌，本以为这便算安全通关，然而少年的身体却突然僵在了原地。只见他腹间闪起猛烈的红光，整个人瞬间燃烧起来。我和青青面面相觑，判官的嘴角微微勾起，平静的语气下却隐藏着索命的凶狠。下一位。看着判官来回巡视的眼睛，乘客们大多陷入了惊慌，往前站也不是，往后躲也不是。判官饶有兴致地挪动手指，最终指到了一个少女身上。她递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岩浆，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少女没有理会她地上的石碑，反而从她另一只手里夺过了空杯子，亲自走到沸腾的潭水边，盛了满满一杯，在众人惊诧的目光里一饮而尽。看着浑身冒烟的她，我皱紧了眉头。这是什么狠人？本以为不出3秒时间，他就会和那位短发少年一样爆体而亡，可足足过了很久，待到白烟消散，他都没有发生任何异象，反倒是一直表情玩味的判官陷入了一霎的错愕，最终无奈地鼓起了掌。精彩，精彩！直到这时，众人才终于反应过来，少女过关了。原来这就是地狱山的奥秘，既不能不喝岩浆，也不能喝判官递过来的，而是要自己亲手去盛上一杯。我看向旁边的青青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吗？青青显然也在思考其中关节。你还记得地狱山规则的第一句话吗？我回忆了一下判官的说辞，只需要喝一杯来自山顶的岩浆，就可以回归车厢。不，前面那句，请各位直面恐惧。直面恐惧？没错，炽热的岩浆就是我们恐惧的来源，只有主动去喝下它，才算是直面恐惧，而从判官手里接过来的，只能算被动的妥协。我终于恍然大悟，有了少女的示范，后面的人通关就容易了许多。除了一个人因为只装了半杯，被判官推进了岩浆里，其他人全都顺利生还。这次我特意数了数，地铁内还剩下16人，经历了2站的惊心动魄，不少人都身心俱疲，一回来就靠着玻璃缓解压力。只有青青依然活跃，她找到了刚刚那个通关的女孩，3下5除2，顺利将她拉入了我们的团队。这时我也终于知道了少女的名字，小美。注意前方到站蛟龙台。车门打开，一股刺鼻的腥味扑面而来，一条巨蟒般的庞然大物，头顶长着修长的鹿角，身躯足有40-50米长，紧闭双眼蜿蜒在地，既像蛇，又像是神话传说中的龙。而他的身旁站着一个绿裙的女人。欢迎来到第3站蛟龙台。如你们所见，我养了一条蛟龙，它平日里最喜欢的零嘴就是活人。你们需要在蛟龙台带上一炷香的功夫，此间它会在这里自由活动，以你们为目标。一炷香之后，没有被它吃下肚子的幸存者就可以离开此站。说罢，女人拿出一尊金色香炉，流出淡淡白烟。蛟龙双目一睁，露出2只火热的瞳子。还没等我们仔细琢磨女人讲述的规则，蛟龙便已经开始了行动。它虽身长40-50米，看起来相当笨重，却有着快如闪电的速度，吓得所有人都抱头逃窜。一位腿脚不利索的大叔，因为跑得太慢，第一个被蛟龙衔进了嘴里。看着这个场景，所有人跑得更加卖力。可蛟龙台的面积并不算大，而且没有任何遮掩身形的物体，空空旷旷，压根没给多少逃跑的余地。蛟龙的身影四处腾挪，每每只需要一口就能吃下一整个人。该怎么办？破解方法是什么？我一边拼死逃命，一边在心里不断回顾女人的话，但不停的跑动让我有些大脑缺氧，完全没法静下心来思考。而场上蛟龙的移动却是极快，转眼间又将一人吞进腹中，3两下消化个完完全全。打了个兴奋的饱嗝，一炷香才燃了1/3，16个乘客已经只剩下8个，一直跑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眼看抠破脑袋，我忍不住瞥了瞥同样亡命奔跑的2位同伴青青和小美，可仔细看去才发现，
蛟龙最新瞄准的目标就是青青，眼看蛟龙的位置越来越近，千钧一发之际，青青却突然停下了脚步，站在原地不跑了。不仅不跑了，连任何动作都不再有，如同一根木头，看得我一脸疑惑。可接下来的景象让全场人都呆住了。青青一动不动之后，蛟龙也随之停下了移动，好像丢失了目标一样，左顾右盼，重新寻找起了目标。青青活下来了，原来如此。这一战的谜底竟然如此简单，只需要当做木头人的游戏就能安然通过。有了青青的例子，所有人都反应了过来，立马有样学样，停下了所有动作。本来残暴无比的蛟龙瞬间失去了所有目标，左右四顾，脑袋上仿佛挂上了一个问号。剩下的时间里，他只能一直在蛟龙台的边缘打转，待到一炷香彻底烧完，他的眼睛也准时的闭上。所有人都长舒一口气，坐回地铁座椅上，我忍不住看向青青。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这一战实在是太险了。其实破解之法不在绿群女人讲述的规则里，而是在蛟龙身上。在传说里，蛟龙乃蛇所化，而蛇类动物都有一种特性，那就是极强的动态捕捉能力和极弱的静态实力。越是移动迅速的猎物，它越是能敏锐地感知，反而保持不动的东西，在它眼里和死物没什么区别。听完他的分析，我忍不住啧啧称叹。话音刚落，地铁的广播再度响起，注意前方到站，人间巷。第4站来了。